大家好，我是高雄市立凯旋医院日照中心的社工，我姓刘，我叫香莹。今天将为大家简单介绍台湾的长期照顾服务政策，还有凯旋医院的长照服务。那首先，台湾在2017年的时候有颁布《长期照顾服务法》，规范长期照顾服务的内容、专业人员的资格以及机构设置的标准。那另外的话，有跟大家介绍凯旋医院日照中心以及凯旋的长照服务。那什么是长期照顾服务呢？我们主要是指身心失能已经持续，或者是我们预期他失能的状况会超过6个月以上。那依照他个人或是照顾者的需要，我们必须提供给他一些生活支持、协助、社会参与以及照顾服务，甚至是医疗服务。那我们就称之为这个人是需要长期照顾服务的。那谁会需要提供这一些人照顾的服务呢？那主要台湾总共会有3种的照顾者。第一种是家庭照顾者，主要是指在家庭中提供失能者规律的照顾跟服务的亲属或是家人。那第二个是指个人的照顾者，是指如果说我今天有需要人家照顾，那我去聘雇一个人到家里面来照顾我，那这样子的人我们就称之为个人照顾者。那第3种是长期照顾的服务人员，它是指经过法律规定具有长期照顾服务资格、有去上过课、受过证明的人，来家里面提供给我服务，或是我到机构中去接受他的服务。那这样子的服务提供者，我们称之为长期照顾服务人员。好，那长期照顾服务总共有几种类型呢？好，我们依据它的不同提供照顾的方式，有分为下面的几种类型。第一个是居家式照顾，它是指我们在失能者的家中提供服务，他不需要出门，我们直接到他的家里面为他洗澡、翻身、拍背，或是提供给他一些专业的心理建议。那这样子我们称之为居家式的服务。那第二种是社区式的服务，它是指我们将机构设立在社区当中，让这一些失能者能够聚集到这一些机构来，去接受机构的工作人员的照顾以及服务。好，所以待会我们要提到的日照中心就是这样子社区型的服务，帮助大家在社区中也能够找到一个互相沟通，然后互相支持的一个地方。第3种是机构式服务，就是大家比较常见的住宿型的机构。好，当我今天需要照顾的时候，我直接去进驻在这间机构里面，由机构的工作人员来照顾我，提供我的日常所需以及一些生活文康服务等等。那这种我们称之为住宿型的机构服务。好。那目前我们凯旋医院呢，总共发展了蛮多种的长照服务。好，总共有2种居家式服务，一种是比较常见的，我到人家家里面去提供给他所需要的，比如说陪伴就医，然后或者是说为他送餐，或者是说陪他到外面走一走，陪伴外出。好，那另外一种是比较专业服务，当今天这个人困难照顾的时候，我的专业工作人员，比如说心理师或是职能治疗师，到家里面来跟家属一起沟通，怎么样提供给这个个案比较适切的照顾，为他量身打造一个适合他的服务的内容。那我们目前的话就是提供这2种居家服务。另外我们也有6种社区式的服务，包括日照中心、C 级巷弄长照站，然后以及我们其他的精神长照的据点。好，那这一些都是社区型的服务，让民众可以到这样子的社区型的机构来共同参与活动。另外我们也有5种的机构服务，好，那是发自于凯旋是一间精神科起家的医院，所以我们这5种机构服务呢，也包含住宿型的精神护理之家，以及就是白天培育大家可以回归职场的，比如说社区复健中心、康复之家，或者是日间照顾的病房。那我们会持续的配合台湾政府去制定一些长期照顾的服务，以及使用各种长期照顾的服务资源去提供给大家。那目前凯旋医院的这些机构啊，我们每个月
好，每个月服务的个案总共会有1751位，好，所以算是提供非常多的人能够受惠到这样子长照的服务。那接下来我们着重在日间照顾中心的介绍。好，刚刚有介绍过，我是日照中心的社工。好，这是我们日照中心的大门，在我们大门这边，大家可以看到门口它是设有一台机子。好，那这个机器呢，主要是电子门禁的设备，需要工作人员使用感应磁卡才可以进出。这也是避免就是让我们失智症的长者不小心就是走失，好，所以去设立的一个防护机制。凯旋日照中心在2018年的4月开业，然后在7月5号的时候举办了开幕典礼。那当时有许多我们台湾政府的卫生局以及社会局的长官都共同来参与。那待会会依序跟大家介绍我们的工作团队、服务对象、空间规划、服务内容以及收费标准。首先是我们的工作团队。这是我们日照中心的组织图。那首先就是我们医院的院长，接下来是我们机构的业务负责人。那在接下来会有直接提供服务的工作人员，包括4位专任的照顾服务人员，以及1位社工师。那另外我们也有兼任的工作人员。那兼任的专业人员呢，包含1位职能治疗师以及1位营养师。另外，如果个案有需求的话，我们也可以随时召会我们的医师跟护理师前来协助。那在我们台湾的政府的规定当中，日照中心我们同时服务了失智者跟失能者，所以政府给我们的照顾比例是1:8，1位照顾服务人员需要照顾8位长辈。所以当我这一间日照中心核定是30人的时候，我就必须要设有至少4位的照顾服务人员来提供服务。接下来是我们的就是服务对象。我们主要服务的对象有50岁以上的失智症患者，55岁到64岁的原住民族，以及65岁以上的失能长者，还有身心障碍者。那这些人当他有需要服务的时候，要怎么样才能够取得我们长照的服务呢？好，在我们台湾的政府当中，我们设有一支长期照顾服务专线。好，这支专线只有4个字：1966。好，那它的左边是这些服务的申请资格，也就是刚刚提到的这4种身份。当我具备这4种身份，而我觉得我需要被人家照顾的时候，我就可以拨打1966的专线，好去做咨询，然后并请专员到我家里面来跟我做一些访谈，去确认说我目前需要照顾的程度大概到哪边，是不是真的需要长期照顾服务。那如果在专员评估之后发现我真的有长照的需求，那他就会请剩下的工作人员好开始帮我安排长照服务的介入，让我顺利的去取得服务。那至于取得服务的内容，待会会再跟大家做说明。好，接下来是我们日照中心的空间规划。这是我们多功能教室外面的认知训练游戏组，让长辈们可以透过不同的触觉的物品，比如说拉绳、拍鼓，或是敲打音乐，甚至是触摸，去感受到不一样的感知，促进他们的一些感官。在我们的多功能教室里面，可以一起唱歌，然后做一些音乐的互动，也可以有职能治疗师来带我们做一些运动保健。另外，我们除了音乐活动跟刚刚的运动之外，也可以从事一些手工艺的活动。这是我们机构内部的活动空间，那这是一个非常宽广的平台，所以我们桌椅可以随意的挪动，去配合我们需要的活动课程，去安排场地的布置。在这个空间里面，长辈们可以一起做运动，或是玩一些怀旧的游戏。比如说在这里做运动的引导，或是使用复健器材，或是玩一些就是比较刺激他的身心灵的运动。
透过不同的游戏，我们会训练长辈的认知功能以及身体协调的能力。那这是我们简单的厨房还有饭厅。我们的桌椅都是经由特别的设计的，像现在看到的桌面，它的桌子有一些凹槽的设计，那是可以方便乘坐轮椅的长辈，在他坐轮椅的时候，那前方这个弯曲的弧度可以避免他的食物掉落在地板上，造成滑倒。那另外上面的椅子也是有旋转的设计，所以如果长辈要坐下的时候，不需要走到定点才坐下，那我们可以让他先坐下之后，再帮他旋转到正确的定位，避免他跌倒的风险。另外，我们也有各种的健康教育的课程，比如说营养师来教导我们必须要吃怎么样的食物，才能够正确的帮助我们摄取营养。或是说，如果说我有在服用特殊的药物，需要避开哪一类的食物，才不会造成药物跟食物之间的冲突。这是我们的会谈室，在这里，社会工作者、营养师或职能治疗师都可以跟家庭成员或者是服务的对象在这里做谈话，不受到外界的干扰。一个私密的空间，对于家属跟长期照顾的服务对象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这是我们的午睡区，平常这个椅子是一个沙发的形式，但是当午休的时候，我们可以将这个沙发床拉开，变成一张小床，让午休的时候可以更加的舒适。那在这个沙发旁边呢，都设有扶手，可以避免我们的长者在午休起身的时候有跌倒的状况。这是我们的客厅区，早上我们会跟长辈们一起看晨间新闻，跟他们聊聊天，去确认他的现实感，比如说今天的日期、时间，你现在人在哪里，天气如何。透过这一些询问跟关怀，我们可以确认今天这个长辈的状况是不是 OK 的。比如说现在明明是早上，那是因为阴天的关系，长辈告诉你现在是晚上了。好，那像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知道说，今天他的现实感跟他的反应可能并不是很好，我们必须特别留意他的状况。在这个客厅空间，我们还可以连接电子互动游戏，好让它连接到荧幕上，使我们的长辈可以体验比较新颖的游戏。那在我们厕所的设计上，也使用了一些图案来帮助长辈们辨别男女厕所，因为有许多的长者其实是不认识字的。那如果只写了就是男厕或是女厕，在上面的话，可能有一些长者会觉得自尊心受损，所以我们搭配了图像，帮助他们去做记忆跟辨识。那自动感应式的水龙头，我们可以避免频繁的接触这个水龙头造成的感染风险。那在无障碍厕所里面，我们设有扶手以及紧急的通知按钮，去帮助这一些长者他们有一个更安全的如厕环境。那万一需要帮忙的时候，也可以紧急按下紧急铃，然后请工作人员进来协助。那这是我们凯旋医院外面为日照中心的家属设置的临时停车区。当他们在接送长者进出日照中心的时候，有一个安全的地方可以停车以及接送。那这是我们日照中心的空中花园。好，当我们长者心情比较烦躁，或者是需要透透气的时候，我们就会带长者到花园这边来，一起欣赏一下这些花草植物，然后感受一下阳光跟微风，这对他们失智症的部分也是有帮助的。有的时候，我们的长辈甚至会直接坐在这里，享受一场日光浴，或是跟我们一起为这些阳台的花草浇水。感受一下，就是过去自己，比如说对园艺有兴趣啊，或者说过去的时候曾经务农，从事农业活动，那他们可能在这一些植物的照顾上有他们的一套技巧，那甚至他可以反过来教导我们工作人员，让这些长者不只是受照顾，他们也可以教导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对他们来讲，自尊心的建立也是很有帮助的。最后是我们的服务项目。
我们日照中心的开放时间是每周一到每周五，早上8点半到下午5点，同一个时间之内，我们最多可以服务30名长辈。那这也是我们台湾的法律所规定的，我们一间长照机构，社区型的长照机构最多只可以服务60人。我们不希望太多的人数去影响到我们的服务品质。那目前凯旋医院的日照中心，我们申请的总共是30人为上限。然后，那如果说我们今天来参加活动的工作人员，总共有4位，那长辈30位，这是符合比例的。但是如果我收到第31位，那我就是违法了。所以这部分我们必须要遵守法规。好，那在日照中心里面，我们提供了生活照顾，还有生活自立的训练，以及健康状况的评估，还有一些他的活动的参与、社会连结，那家属的卫教跟支持，因为许多家属对于失智症并不是特别了解，在失智症长者发生一些精神症状的时候，他们会认为是这个长者他的个性不好。但其实我们要告诉他，这些是因为他生病了，病情状况所导致他有一些困难照顾的行为，让家属能够学习怎么样去照顾这些长者。另外也有护理服务，或是连接交通资源，提供午餐及点心等等的各种服务。那这是我们日照中心的课程表。我们每天一来的时候，我们早上会先测量他的身体健康状况、生命真相，一起看一下晨间新闻，做运动，再接下来上午的课程。那中午午休之后会先睡午觉，大约1个多小时，好让大家充分的休息之后，再开始下午的课程。那下午课程告一段落之后，会有一个点心的时间。那通常这个时间我们会吃一些水果，然后水果之后呢，就是比较自由的时间，让大家各自去玩一些比较有兴趣的游戏。比如说，有些人喜欢做运动，有些人喜欢唱歌、写书法，或是做一些简单的手工艺。那这段时间是让他们可以有个别的兴趣的选择。那接下来再准备回到家中。日照中心是没有提供夜间照顾的服务，所以到5点之后就各自返回家中，由家人去做照顾。那我们的课程内容相当的丰富，包括口腔保健课程、音乐课程、职能治疗师的照顾课程、营养师卫教，以及有一些槌球运动或是中国传统的气功。另外的话也会有一些说故事或是美术的活动。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活动的照片。这是每天早上我们测量长辈的生命真相，会测量血压、脉搏以及体温，并做成记录，方便我们去了解长者一整个月下来的健康状况。如果家属需要带长者回诊的时候，我们也会提供我们的记录，去帮助医师判断他的病情。那这是晨间运动的时间，会有照顾服务人员在前面带领长者们做运动。另外，我们也会有各种的团体课程，所以工作人员也会教导长辈们，比如说放松脸部啊，一起做伸展的运动，一起唱歌等等，让这一些长者们就像是同学之间在上课一样，比较不会有受到照顾，只能是被照顾者这种比较自卑的心理状态。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让长者发挥他的专长，比如说这位长者他是非常喜欢弹钢琴的，但是因为失智症的情形，他会遗忘他曾经有弹钢琴的能力。但是当我们摆上钢琴，工作人员开始唱着他熟悉的旋律，他就可以弹出一首又一首他曾经很熟悉的这些音乐。那这也可以帮助他回想过去的记忆，刺激他的一些脑部的运作。那我们在中心当中会有各样的健身课程，去增强大家的肢体功能，比如说用弹力带，测试他们的一些身体状况。那由职能治疗师引导他们做一些伸展的运动，增加他们的肌力。也有弹力球，或者是直接跟着老师做动作。那大
家知道，因为 COVID-19 的关系，好，所以我们就是机构在运作的过程中，我们中间是没有停止课程的。好，那在这些上课的期间，我们都要求长辈们必须要戴上口罩，并教导他们正确戴口罩的一些方法，好，帮助长辈们在一起活动的时候，也可以就是保有比较适当的防疫的距离啊，以及正确的防疫知识。那另外，这是我们的营养师。好，在我们的这一个工作人员当中，除了我们的照顾服务员、社工师以及营养师，好，我们虽然都有各自的专业，但是我们都会共同宣导防疫的课程。好，所以这是在营养师宣导完他的营养课程之后，也再度提醒我们口罩的正确使用方式。我们会透过各项的训练，去训练长者的认知功能跟精细动作，所以会透过各种游戏的方式，比如说套圈圈，或是说用手推乒乓球，或是绑鞋带，或是动物的上下半身配对等等。那这一些都可以促进长辈们动动脑，以及动动他的手指头，有一些精细动作的训练。那我们丰富多样的游戏可以吸引长者的兴趣，比如说，槌球，那是一种就是球类运动。那另外的话也会有打地鼠，是比较科技化的游戏。好，那另外也会有一些就是运动复健器材、认知游戏组，桌上型的桌游等等，去帮助长辈们找到他觉得有兴趣的活动。那这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在带领长辈们做保护眼睛的运动操。那在传统的东方里面，我们有一种活动叫做穴道按摩。好，所以透过穴道的按摩的话，可以帮助他们舒压，抒发他们的压力，或是说减少他们的一些心理的负担。那我们就是透过这种穴道按摩的引导，好让长辈们能够达到放松的效果。那这是说故事的时间，我们会述说各种不同的传统故事，让长辈们可以回味小时候他们听过的童话故事，或者是一些传统的民间习俗流传下来的小故事。好，那有的时候长者们也会给我们一些回应，告诉我们他听到的故事版本跟我们不一样，那再让长者们去做分享，好让他可以多一点跟别人有一些社会互动。那这是手工零食的制作时间，我们会让长辈们一起动手做一些零食、饼干或是菜肴，让他们回想起过去为家人做饭的感觉，或是跟家人一起准备餐食的时候那种快乐的样子。在各种的节庆当中，我们会有不同的节庆活动，比如说母亲节，或是邀请我们的原住民族来做表演。或是圣诞节的活动，透过节庆的活动，可以让长者体验欢乐的聚会的气氛。好，那保持愉快的心情，对于这些长者也是非常重要的。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结合附近的幼儿园来跟我们一起参加活动，让这些长者跟小朋友有一起互动的机会。那另外，我们也很注重长辈们的安全，所以我们每年会做2次的消防安全演习，让长辈们共同参与，才会知道说，当发生紧急的特殊事件的时候，该如何疏散、逃生，以及配合工作人员的指令。好，接下来这个是我们的中心的营养午餐菜单。那我们的菜单除了说有一些菜肴、饭食之外，也会有水果跟点心。那我们这些食物都是经过营养师这边去做准备的，去计算它的热量，以及依长辈的状况提供不同的餐食，比如说饭食、粥，或者是需要其他营养品的补充。那最后是我们的收费标准的部分。在台湾，政府把需要长期照顾的人总共分为8个等级，而且依据他们不同的等级，可以获得不同金额的政府补贴。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在 PPT 上面有写到2级到8级。
好，那为什么是2级到8级哈？其实最下面还有1级的1级的长者。好，那如果说在我们申请长期照顾服务，专员来家里面评估，确认我所需要的长期照顾服务到底程度到哪里的时候，当我被评出来是1级，代表我的身体功能跟认知状态都还 OK。好，所以如果我要使用这些长照服务的话，其实是还不需要的。好，那如果在这种状况下，我想要使用长照服务，就必须全额自费。好，但是一旦有2级以上，好，2级开始代表说我可能身体开始衰弱，或是我的记忆力开始退化，我真的有被照顾的需求。那这样子，我评估出来的等级就会从2级开始。好，2级是最轻症，8级是最严重的程度。好，所以2级到8级分别会有1万块到36000元台币的这个补助。好，那这些补助当中呢，这些钱并不是直接交给这些家属去做运用，而是指我们在一个政府的系统上面会有每个人不同的长照评估的资料。那当我今天确认了我的等级之后，政府会把这笔钱放在这个资料库里面。当我确实有使用任何一种长照服务的时候，那这些钱就会开始扣除。好，那在扣除这些钱的时候呢，我只要付16%的这个服务费用，那其他84%的这些照顾费都是由政府透过这笔钱帮我支出。好，所以当我今天使用了一个1000块台币的服务，那我只要付160元的钱，这样子就可以了。所以在这些长照服务当中啊，我们人员只要付服务使用者只要付16%。那如果说你有取得政府的低收入户或是中低收入户的资格，你甚至可以完全免付这一些自付的费用。OK， 那我们长照的服务当中呢，这些钱啊，从1万块到36000块，可以使用在哪里？好，包括像刚刚讲到的。居家式服务，我请人员到家里面来提供我个别服务，好，或者是说社区型服务，我每天到日间照顾中心上课，接受服务，并使用里面的设备，然后在里面用餐。好，那使用这些服务的时候，都会去扣除到这一笔金额。那另外政府也有提供长照的交通车的服务，好，所以当我今天需要搭乘交通车到日照中心上课，那这个也是在补助的范围内。当我这些钱使用完毕之后，政府已经没办法再提供我费用，好，所以剩下的部分就是我跟我的家属需要去自行负担的部分了。好，那这笔钱的话，每个月都有，好，所以当我今天如果我申请到长照服务，我的等级是2级，有1万块台币的这个费用。好，但是我这个月因为受伤住院了，没有使用长照服务，那这笔钱是不会给我，也没办法累积的。好，所以我这个月的1万块就等于是没有使用了。好，但是我下个月要开始使用长照服务的时候，一样会有1万块的这一个金额让我去做扣除。好，那这就是我们台湾的政府对于我们长照的一些费用补助。好，最后这是我们日照中心的团队成员。好，我们希望在日照中心提供服务的时候，这些长者们可以很开心的参加活动，那他们的孩子们也可以很放心的去上班上课，好，不用担心长者在家里面会发生什么危险，好，可以安心的托顾这些长者，好，一直到下午5点再把长者平安的接回。好，那这就是我们日照中心设立的目的。好，那今天日照中心的介绍就到这边，谢谢大家。